买票。你这是干嘛呢？我就是自己录啊。啊，我自己录的。等一下，我们讲解的时候，我们又涉及到旅行社的东西，你别录啊。为什么会讲解呢？你这车是直接去或者？那我们是你这是公交车吗？对呀。为什么需要讲解呢？讲解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会给大家讲解西双版纳的旅游。你不介意我录吗？啊？你不介意？为什么如果你是公交车，我讲解你讲解，我替你录下来，替你招客，不好吗？不用，我们每家旅行社的东西讲的都不一样。可是你不是公交车吗？为什么是旅行社呢？我们2个马来西亚的游客一下来到西双版纳，第一个受到的教育就是拒绝乘坐非法营运车辆，人人有责。公交车不会有旅行社在上面讲解卖配套的嘛，对吗？我也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有嘎腰子的传说啊。泰国有嘎腰子，但是泰国没有假的公交车。神奇吧？OK， 好，这个门打开之后，你肯定会震撼。你不震撼，我只能讲你心脏很强大。OK， 来，我们先打开门，外面是这样子的。左边，右边。好，司机把我们送到了150千顶15万的包车，是酒店帮忙交的。这个就是龙卡邦车站，这个雨还在下，真是夸张。我不知道云南会不会继续下。一个人3万5的van车，再够人他才开车啊。进中国的车票要用纸的车票，所以我们现在去这个售票亭换。车票是我们一到老挝当天立刻就买了。因为这时候中老铁路才刚开始载客不久，又碰上8月份是中国学校的暑假，是旅行高峰啊，人好像有点多。国际列车2号，换票。好，因此我们一到老挝就把去云南的车票先买了。OK， 所以刚刚我们换了票，是2号和3号窗口都可以换车票。进中国就要换纸的车票，护照交给柜台，跟他讲你要换那个进中国的车票，中文他们会听，英文可能比较不行，凭护照就可以出纸的车票给你。那么我们成功换到票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进站了，人越来越多了，又下大雨，去填那个出境卡。咪咪。一切的手续其实就跟坐飞机一样啦，只是记得自己带一支笔，不用等别人写完才轮到你。那么还在车站的时候就可以把表格填好，上了车就可以这样坐着。到了边界也不用手忙脚乱。有几位洋旅客就是没有趁这个时候把表格填好，到了边界就看到他们要找笔要找桌子的，把自己搞得慌慌张张。我们看车。后面看车，往这边。一起进入洞888这个就是进昆明的高铁啦。我们没有坐到昆明，是先去西双版纳，买的是1等座的票。1等座座位就比较宽敞一些，一排只坐4个人，票价693千吉，也就是大概马币157块左右啦。班次号码是 D888 或是 D88。你的中国入境卡上面填入境航班号、船号或者车号那一栏，就是填这个 D888 或是 D88， 就看你当时买到的是哪一班车啦。车上有一个小小的canteen，有卖一些零食、饮料，还有香喷喷的烤肠。不过价格一般都比较贵。如果你像我一样孤寒，那么自己在超市买了带上车，就為之 very good 啦。从龙普拉邦到老挝边界城市 Botan， 铁路的距离大概170公里，70分钟就到了。根据谷歌地图计算，开车是290公里，需要至少7个小时30分钟。在这里你要下车，
然后跟着人群走，走出车站，然后再排队去海关盖章出境。海关出境过后，就要再登上火车，顺利出境老挝，再次登上火车，不是一地两检啦，泰国那边是一地两检，这边是分开2次。客真的是很多啊，老挝游客、中国游客、老挝人，我还听到有人说德语，另外2个一个是法国人。国际游客应该除了中国人以外还是比较少的。快点哦！快点哦！打站这样哦。話咁快，雪聲就到咗唐山裏，依家剩翻最後一關，究竟我嗰張30日嘅 visa 可唔可以過到骨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們順利通關啦，過程完全絲滑，一點問題都沒有，直接就過來了。特別感謝曼谷的那位 Visa 簽證中心的工作人員，幫助我們簽發了那個 Visa， 幫太大忙了。所以我們在這邊等候上火車，然後接着要繼續去到西雙版納。其實這邊還有很多椅子。火车便当。啊？你在哪里哦？前面吗？列车员把它放到架子上面去了，我没有看到。然后我去找不到，整个站台都是烟味，真是夸张。好了，我们到了西双版纳，早上从龙沙邦上车，9点58分的车，现在大概中国时间3点20分，要把那个微信付款搞起来，好，就是搞一张电话卡，要不然没办法找东西吃。这个就是今天坐的火车了，然后那个要加沙，一个加沙口，在轮子和铁轨之间碰上。一到出车站，就会有自称是出租车司机的人举着证件把你拦下，然后游说你坐计程车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更加不敢坐计程车了。而且仔细看看车站上面的牌子，其实都写得清清楚楚的，想坐什么车，该在哪里上车，其实都有写。只是这些人会过来拦你讲话，让你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。比如说像这个人，就是他来拦我的，看到我在录视频，非常警惕，立刻就走开。还有这个人看到我的相机，立刻对我呲牙咧嘴，应该是牙齿里面加的菜要给我看了。不懂这么好，我隐隐觉得游客们就像无知的小绵羊，成群结队的涌向狼群。喂，諗多咗啦你，冚唪唥都係人，邊處有狼啫？而我要找的公交車站其實就在畫面的左邊，這邊反而就沒有人。這裡是浦東的室內公交，路線也清楚的寫在看板上面，車費是1個人2塊。不過我們是上了停在前面的這一輛 K1號公交，每個人5塊，是景區直通車。买票，你这是干嘛的？我这是自己录啊，我自己录的。等一下，我们讲解的时候，我们又涉及到旅行社的东西，你别录啊。为什么会讲解呢？你这车是直接去不准？因为我们是每辆车都不能你这是公交车吗？对呀。
为什么需要讲解呢？讲解些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会给大家讲解西双版纳的你不介意我录吗旅游啊？你不介意？为什么如果你是公交车，我讲解你讲解，我替你录下来，替你招客不好吗？啊，不用，我们每家旅行社的东西讲的都不一样。可是你不是公交车吗？为什么是旅行社呢？咱们现在人坐满就走吗？坐满就走了。坐满就走了吧？啊，没去别的地方吧？去哪儿了？那你知道啊？你想去哪儿了？我想去玻璃广场没有去，你要走。行。各位旅客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美丽扶劳的西双版纳，也欢迎大家乘坐咱们公交集团的 K1专线啊。我是本次 K1专线的全程乘务员，会依次为大家报站的。我们本次车辆呢，途经3个站点，分别是泼水广场、曼斗高专。那么版纳呢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城市，那么一个好的旅游城市呢，难免就会发生一些旅游乱象的问题。在火车站、机场周边呢，就会出现很多黑车、揽客、宰客的现象发生，跟很多游客呢造成了不好的游玩体验。所以说，从今年开始呢，在每一张巴士上面都配备了为乘务员，咱们在版纳观光的途中呢，少走一些冤枉路，避免大家被强制入岛。以下就进入他推销旅游公司的旅游配套环节，那么我就不方便录啦。基本上就是讲星光夜市的入门票卖完了，可是他还有哦，想买票加他的微信，其他景点的入门票也一样，找他就对了。我本来还蛮想去星光夜市的，我不知道原来是要买票，而且要买票还得找旅游公司啊，我觉得好荒唐哦。我过去1个月走过了曼谷还有泰国东北的几乎所有明星夜市，没有10个都有7、8、9个要付费才能去的夜市，那我瞬间就觉得不想去了。我们2个马来西亚的游客一下来到西双版纳，第一个受到的教育就是拒绝乘坐非法营运车辆，人人有责。公交车不会有旅行社在上面讲解卖配套的嘛，对吧？我也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有嘎腰子的传说啊。泰国有嘎腰子，但是泰国没有假的公交车，神奇吧 ？OK， 这个就是这一趟旅行我们第一间在中国住的房间，全新的房间啊，完全全新的房间，冰箱的膜还没有撕。然后有投影仪，有屏幕，床、沙发，这边看出去是这样子的。厕所在这边，来看看厕所，真的是全新的，还有一股味道，有洗衣机，个热水器。但是进来的路上啊，有一点震撼。何谓震撼呢？这个门一开出去之后，你肯定会震撼。OK， 来，我们先打开门，外面是这样子的。左边，右边，完全就是 back concrete。哈哈哈，有没有被吓到嘞？没错，在车站有点受到教育，下车去到民宿，又再一次开了眼界。整个楼层就是工地，满地一片狼藉，电钻声、敲墙声，还有 PM100度的工地灰。我有理由怀疑我是住到了工地主题的民宿。我们南上北下，去了不少的中国城市。今天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精彩的各种状况，西双版纳真的让我开了眼界。眼前这2位就是民宿的主人，对民宿的那种情况，他们完全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啊，好像把工地里的房间出租是正常不过的一回事。他们过来是要拿我们的护照办入住信息，所以我就顺道让他载我们去中国联通买电话卡。多亏民宿的老板开车载我过来，要不然可能赶不及，因为人家已经是准备在关门了。店里面的小姐姐服务也很好，帮我把这些小问题给解决了。有网，有微信支付，还有支付宝。那现在要干嘛呢？就是要花钱嘛，对吗？吃东西，找吃的去。自贡联邦川菜。
，BBG 老年代步车，轮子再大一点就可以了。哎，重庆面馆，云记土鸡米线，哎，土鸡米线可以。老爷爷的修脚车店，重庆老干锅烤肉火锅，涮羊肉北京烤鸭。多穿传统服装的老太太在吃东西。油炸竹虫。这边的天气还很好哎，越讲潮湿闷热那样子，然后有太阳。这是我们过去1个星期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。先来一碗重庆小面，在去另一家店点了一大份新疆拌面。过去1个月，每天都在吃泰国菜和老挝菜，今天总算吃中餐了啦。嘉华饼屋，咱去看看。走，中秋节快到了，现烤月饼。哇，民宿楼下的饼家门挺弱势。火腿蛋挞，卖的是玫瑰馅料的现烤云南月饼。喜沙玫瑰小饼，漂亮。8点多了就回家了，天黑了之后，那个楼层里面应该是很刺激。这就是我们住的民宿了，这样子的地方他们敢拿出来处理的吗？电梯门一关，对。满地上都是装修器材，一不小心踏中顶什么鬼？现在知道了吗？泰国打鸭子，泰国面粉不行。小心那个洞啊！小心那个洞。房间里面是还可以的，就是那些杂音其实还行。反正人家晚上就不开工了嘛，所以睡眠基本上是没有问题。只是你出来还是会被吓到了。400块钱2个晚上，你们觉得这个价钱怎么样？你们会住吗？既然下这么大的雨，哪都去不了，进去看看咯。重庆抄手、包子铺、龙酱猪脚饭、螺蛳粉，生煎包、麻辣烫还没有开啦。燒鵝誒，燒鵝點啊？還沒開啊！淮南牛肉湯，百家傳統糯米飯。今天早餐鲜肉白菜饺，然后这个鲜肉豆角包、白蛋豆浆，这个好像生意也不错。哇，这么大个头，很感兴趣哦，但是实在吃不动了。看在那个饺子，15块钱，15个吧，应该那边有。下雨天，加上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，就去逛大润发。一进门就被这个自动传送带吸引住了。我是第一次见，研究了半天，结论就是商场处理网购用的。各区的员工拿了商品就挂上传送带，送到统一的整理部门，然后打包送出去的吧。这个看看，5号梦混牛撒鳖米线。牛撒鳖米线是什么东西啊？好爽耶！师傅，这个在用当地话是怎么叫啊？烤水啊？我们也叫米干米线。米干米线。只是傣族的翻译跟我们不一样。哦。他们叫好奴好衰。啥？好奴好衰。好奴好衰。哦。好奴好衰。这个语言也不一样。你们是什么族？我们是哈尼族。哦，哈尼族，这是哈尼族美食。我们也叫米干米线。啊。都是一样的。都是一样的，它那个馅米粉类是一样的。细的这个叫米线，宽的这个叫米干嘛。谢谢你，因为我刚从老挝过来。哦。然后他们叫烤水。烤水。他们傣族的话叫好奴。好奴好衰。哦。然后放一点这个葱，就比较一点，这个是一堆。山胡椒。这个山胡椒。哎呦。山胡椒粉。哎呦。直接这样刮进去可以的。
哦，耶，没有什么味道。折耳根是怎样用的呢？酱油很多，算了吧。这胡辣椒放一点看看。我们来试试看，看跟老挝的有什么不一样。你是长团的吗？哇哦，好酱！诶，现在我们要去江边夜市，从我们的所谓的民宿走过去也相当的近，转个角就看到了。泰国巴拉达是什么东西啊？Roti canai啦，用炸的啊。其实刚刚那种煎饼在泰国应该叫 Roti， 整个东南亚应该只有新加坡才叫 Roti Prata， 我们马来西亚叫做 Roti canai。Roti 是梵文，意思就是面包啦。马来西亚的福建话叫 Roti， 广东话叫 Roti， 发音都有微妙的差别。在我的 B 站频道有观众留言，他们住在广东或者是福建地区，是下南洋的华侨回去的地方，他们也有把面包叫做 Roti 的习惯。至于这个江边夜市，就在澜沧江江边的河堤上，应该有超过1公里吧，真的很长哦。只不过其中的700米都是在卖烤肉，重复性很高很高。我这些不喜欢做功课的，也不晓得哪家好吃，哪家价格公道，所以我也就没有叫来吃啦。从河堤望过去，另一边有许多形状突出的建筑。我想要下去那边哦，河边那边应该就是告庄。来西双版纳的游客有许多都选择住在那边，因为星光夜市就在那里。这条就是澜沧江啦，也就是湄公河。想不到在西双版纳，我们原来可以在湄公河泡泡脚、玩玩水。这只爱玩水的狗，如果它顺着河一直往下游去，就可以去到龙普拉邦，还有汶赞。河流就是古代的铁路啦，运送大众货物赚大钱就靠河水推动大船，所以全世界最富裕的大城市都在河边、河口、海港，所以华人才有水为财这种想法嘛。食米饭，包烧猪脑，好的。这边的花样多一些啊，跟刚才那边比，这样子来搬哦。老板娘，这个给我来一份10元的。好的，马上。啊。辣椒啊，少些，少一点。哎，对，折耳根少点。我可以掺了。炒粉小块中块，小碗多少钱？我来尝尝这个番洋芋，哇，口味有点后悔，超级不健康。然后又炸又味精粉又盐又汤。没拿Maggi面的粉，然后10包，还是撒在那个麦当劳的那个 French fry 上面，上面买的。买了一个鸡腿，烤鸡腿，鸡腿是新鲜的，好吃好吃。哇哦，好香！但是10块钱很贵。大润发，西双版纳的大润发，也是很热闹嘞。完全在塞车，还蛮想吃那个仙草的嘞，椰仙草清补凉。我给现金。怎么是粉红色的嘞？红色是因为是西瓜，有西瓜肉加椰奶，再加一些好像沙贡麻衣这样子的东西，去还有那个仙草叫什么了？凉粉，不错啊，蛮好喝的，感觉像泰国的那些糖水甜品。好，今天是在版纳的最后一天，我们现在要去找吃
吃的，我觉得是厉害。这个开不到的，按不到。它会开吗？感觉是不会开的。这样子也可以出租，夸张。走楼梯看看咯，楼梯不懂人走没有？接下来把行李当下来了，3层楼在这个小区摸索了2天，被总结禁了。这个民宿的位置是挺好的，如果不是因为它的那个装修的关系，可是那种状况其实不可以给人家住进去嘛，就是完全就是危楼的状态嘛，开什么玩笑？下楼不用1分钟就走到了美食房，其实是真的很方便的。哇，这些烧鹅，可是我要去烧鹅的大本营啊，所以这边暂时就没有缘分了。这边还有另一个小区，这个小区住在这边是很爽的哦，因为市区下来就是一堆吃的，很便利。大汤锅、牛肉米线。你好，怎么点啊？猪肉炸酱2片牛肉，1碗米线，1碗米干，牛杂米干猪肉是米线，都是小碗的。牛杂米干，这是猪肉的是吧？对。好，我要菜。这些不要了，这些不需要，这些等下才放吧。谢谢。今天的早餐牛杂米干，米干是那个面的形态哦，然后牛杂是它料的名字嘛。就是粿条了，一模一样。开始变晒了，感觉没有像马来西亚那么潮湿吧？马来西亚好像反正是大太阳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黏黏的，湿度很高。这边好像感觉比较干爽一点，目前为止。如火如荼的开工啊！出来旅行的一般都是早出晚归的嘛。不过如果刚好你身体不舒服，还是或是你有工作要做，那么就会比较难受一点。现在我们准备 check out， 然后等一下就要打车去那个火车站。哎呦，眼睛都睁不开，塞到西双版纳站。西双版纳。哇，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哦。下一站昆明。虽然开场方式有点不太舒服，不过有一说一，西双版纳当然是一个安全的旅游胜地，城市里的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，气氛还有气候也很闲逸，当地民族的特色美食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，只是要注意一些老鼠屎，别让某些灰色的投机业者有机可乘，搞坏了大家对这座舒服的城市的印象。